公元317年的建康城，弥漫着动荡后的凝重与希冀。永嘉之乱使中原板荡，宗室倾颓，南渡的士族与江东望族在江左会合，试图为晋作延续一线生机。这一年3月，在得知晋闵帝被俘，国祚将绝的消息后，琅琊王司马睿在众人拥戴下，于建康暂即晋王位，承制，改元建武，整肃朝纲，为中兴做准备。而站在他身后，神色沉静，目光深远的，正是被任命为丞相军资祭酒的王导。此时距离西晋灭吴仅37年，南北氏族间的隔阂尚未消融，北方刘耀、石勒等胡族军队仍在黄河流域纵横驰骋。这个依托长江天险的新生政权，犹如狂风中的孤舟，随时可能倾覆。而王导这位出身琅琊王室的政治家，将以毕生的智慧与隐忍，为这艘孤舟筑起稳固的船帆，奠定东晋王朝100余年的基业。这份撑起东晋基业的智慧，并非凭空而来，而是深植于王导自幼浸润的名门底蕴与早慧眼光中。他出身的琅琊王氏是魏晋时期冠冕相承的顶级士族，祖父王览官至西晋光禄大夫，以德行著称于世。父亲王才曾任镇军将军司马，兼具武略与声望。生于这样的家族，王导自小便在礼法、学识与政治远见的熏陶中成长。14岁时，陈留名士张公偶然见到他，对其从兄王敦惊叹道：“这个孩子的容貌气度，绝非寻常之辈，将来定是能安邦定国的将相之才。”这番评价并非虚捧，少年王导已显露出超越同龄人的沉稳。面对家族内外的赞誉，他从不好高骛远，反而更注重观察时事，锤炼心性。这份不疾不徐、审时度势的特质，后来成为他在乱世中安身立命、稳定朝局的最珍贵资本。成年后，王导最初承袭祖父王览的爵位，随后又被司空刘氏看中，先后任命为东阁祭酒、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尚书郎等职。这些职位或亲近中书，或掌管典籍，皆是当时士族子弟眼中的轻要之选，但王导却以志不在此为由，一一推辞，始终未曾赴任。直到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为参军，他才正式踏入仕途。旁人或许以为他是消极避世，实则是王导对西晋政局的清醒判断。彼时西晋政权早已显露颓势，八王之乱的战火虽暂歇，余波却仍在朝堂蔓延，诸王争权，派系倾轧愈演愈烈，稍有不慎便会卷入灭族之火。王导不愿将才智耗费在无意义的权力纷争中，他始终在等待一位真正值得辅佐、能承载存续晋室使命的明主。而当他与琅琊王司马睿深交后，便清楚地知道，自己等待的那个人终于出现了。这份得遇明主的默契，从王导与司马睿早期的交往中便已显露。王导在与司马睿的相处中，敏锐察觉到这位藩王的独特之处。他虽暂无显赫权势，却有着士族子弟中少见的仁厚之心与包容之量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天下将乱的暗流中，司马睿身上藏着存续晋室、收拾残局的潜在可能。于是王导不再犹豫，开始全心全意辅佐司马睿，暗中立下兴复朝纲的志向。而司马睿也早已看透王导的深谋远虑，对他深信不疑，两人关系远超普通君臣，更似患难与共的挚友。当时司马睿仍留居洛阳，身处西晋权力斗争的核心地带。王导屡次劝说他，洛阳如今已是是非之地，诸王争权无休，久留必遭祸患，当尽快返回藩国，远离这处漩涡。
司马睿虽深以为然，却因缺乏合适的契机，始终无法脱身这份归藩之愿，直到公元305年才终于迎来转机。这一年，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任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兼徐州诸军事，让他出镇下邳。不久后，又将其升任为安东将军，给予了更大的兵权与辖区。司马睿刚一上任，第一件事便是派人邀请王导前来担任自己的司马。这一职位掌理军事谋划，是军政核心要职。司马睿将其交给王导，等同于把自己的安危与辖区治理全权托付。此时的西晋政局早已混乱到了极点，司马越专权跋扈，对异己者动辄打压，朝堂上下敢怒不敢言，地方藩王各自拥兵自重，相互攻伐不断。北方的匈奴、羯族等胡族势力也趁机崛起，在边境地带频繁袭扰。中原大地就像一个早已堆满易燃物的火药桶，只需一点火星便会爆炸。王导凭借过人的洞察力，早已预感到一场灾难性的大乱即将席卷中原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若继续留在北方，无论是司马睿还是晋士残余力量，都可能在战乱中覆灭。唯有南下江南，才能为晋士保留一丝血脉。这一念头在王导心中愈发坚定，他开始反复劝说司马睿力主出镇建业及后来的建康，今江苏南京，那里远离中原战乱，又有长江天险可守，更有吴地多年积累的物力财力，是乱世中难得的安身之所。为了促成此事，王导还利用自己兼任东海王军事幕僚的便利，特意去游说东海王妃裴氏，最终凭借恳切的言辞赢得了裴氏的支持，也让司马越最终同意了这一请求。公元307年7月，司马越改任司马睿为安东将军、假节、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等职，让其出镇建业，王导相随南渡。当王导与司马睿抵达江南后，才发现要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，远比想象中艰难。初到江南的司马睿，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外来者的身份困境。自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后，南方士族便长期被排斥在中央政权核心之外，仕进之路被北方士族垄断，心中本就积郁着不满与隔阂。如今，一群因中原战乱难逃的王朝之臣，却要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重建晋室的根基。南方士族对此心存疑惧，不少名士托病不出，拒绝与司马睿幕府往来。王导清楚其中的利害，这股新兴的晋士势力，若失去南方士族的支撑，便如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即便有长江天险，也终难免于离心与倾覆。他立刻向司马睿进言，吴地士族中，顾荣、贺循两人最具名望与号召力，他们不仅是当地士人的领袖，更深得百姓信任。应当先主动结交这两位先生，只要他们愿意归附，其他士族自然会望风而来。司马睿完全采纳了这一建议，随即派王导亲自登门拜访贺循与顾荣。不同于其他北方士族的傲慢姿态，王导见面时便以平等之礼相待。他坦诚地向两人阐述司马睿复兴晋室、安定江南的志向，更明确表达了南北士族共治江南的诚意，承诺会为南方士人开放官职，尊重吴地的习俗与利益，绝不会让北方士族独占权力。顾荣与贺循本就对西晋政权的腐朽失望已久，如今见司马睿身边有王导这样深谋远虑、懂得尊重本地势力的贤臣，又切实感受到了诚意，心中的疑虑与抵触渐渐消散，最终欣然应召，同意加入司马睿的幕府。消息传出后，江南士族果然如王导所料，
纷纷放下顾虑前来归附。百姓见本地名士皆愿支持司马睿，也渐渐安定，不再惶惶。自此，司马睿与王导在江南的根基方式稳固，南渡进士的雏形亦由此成型。南北士族的初步融合与地方势力的暂时安定，并未让江南彻底摆脱乱世阴影。公元311年，永嘉之乱的烽火彻底焚毁了西晋王朝最后的尊严。汉国大将刘耀、王弥率军攻破洛阳，晋怀帝被俘，城中王宫市民惨遭屠戮者达3万余人。这场永嘉之乱的浩劫彻底击碎了中原残存的秩序，北方大地陷入空前战乱，士族百姓为躲避胡族铁骑，纷纷扶老携幼逃往江南。据记载，仅洛阳一带避乱南下的人口就占原有总数的6%-7%，这不仅是人口的迁徙，更是一场文明重心的转移。面对骤然增加的流民，王导没有采取简单的收容或驱逐，而是从经济、司法、人才3方面制定系统性策略。经济上，他推动克都农桑之策，将江南的无主荒地授予南迁流民，许以数年免税之期，使流民得以安居，荒地得以开垦。《晋书·识货志》记载，数年间仓廪盈实，为江左进士势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在司法领域，王导秉持务在清静的执政理念，不在律令上做激进的变革，而是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巧妙平衡南北习俗的差异。他深知，在乱世之中，过度的法令反而会激化矛盾，唯有以静制动，方能渐收安定之效。与此同时，王导还劝说司马睿借此机会广揽北方流民中的贤才，将他们纳入统治体系，既为政权补充了人才，也让流民群体感受到被重视的归属感。在这一系列举措的基础上，王导正式提出镇之以静的治理方针，主张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避免因过度征调引发社会动荡。这一方针也成为此后东晋政权的核心治国理念。王导深知，要让地方真正稳定，仍需持续调和南北矛盾。他一方面不断劝谏司马睿克己垂范，励精图治，以仁厚形象凝聚人心；另一方面，进一步细化流民安置措施，确保北方士族与流民既能安居乐业，又能保留对进士的认同。同时，他持续提拔南方士族中的贤才进入中书，比如让吴地名士纪瞻担任尚书右仆射，周启任吴兴太守，打破了北方士族垄断权力的局面。在王导的不懈努力下，朝野上下对他的敬重达到新的高度，人们私下称他为仲父，将他比作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。司马睿更是不止一次当着群臣的面对王导说：“卿乃吾之萧何也。”将他与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开国功臣萧何相提并论。面对如此殊荣，王导却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与谦逊。他在回答中首先剖析了历史兴衰的规律。过去秦朝暴虐无道，天下百姓厌恶乱世，汉王刘邦因仁德赢得民心，所以能轻易成就大业。而自曹魏以来，公卿士大夫与门阀士族追求奢侈，相互攀比，先贤传下的政教逐渐衰退，朝廷法度无人遵守，才让奸佞之人有了可乘之机，最终导致天下大乱。如今混乱之后必有安定，这是天地间的规律，但要建立盖世功勋，不能仅靠臣子之力。顾荣、贺询这些南方名士都是江南的栋梁之才，若能对他们始终礼敬优待，让南北士人真心归附，天下才能真正安定。这番话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，也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，
更是对未来道路的明确指引。在王导看来，这个偏安江南的政权要想真正站稳脚跟，就必须打破南北隔阂，将各方力量凝聚起来。他的远见为东晋王朝的百年基业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石。王导的清醒与远见，不仅让司马睿信服，更逐渐打消了南渡士人的疑虑。桓仪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。这位从北方避乱而来的士人，初到江东时，见司马睿幕府尚未稳固，心中满是不安。直到后来，他有机会与王导深入交谈，听王导详细分析江南的地理优势。长江天险可阻北方胡族，无地物产能支撑政权运转，又剖析南北士族的潜力。北方士人有治理经验，南方士人有地方根基，只要协同合作，便能形成合力。更阐述了先稳江南，再图北伐的复兴规划。桓仪这才彻底放下心来，感慨道：“我今日见到了江左的管仲，从此再也没有忧虑了。”随着王导在朝野间威望的日益提升，以及江南局势的逐步稳定，他的职位与职责也不断调整，开始深入参与司马睿幕府的核心治理事务。公元313年前后，王导迁任丹阳太守，加授辅国将军。丹阳郡是健康的经济之地，地位至关重要。王导上任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上奏司马睿，劝谏他不要轻易将骨盖、羽帛等象征尊贵身份的礼器赐予臣下。他在奏书中强调，尊卑有序是朝廷纲纪的根基，若随意赏赐礼崇之物，会让等级界限模糊，久而久之必生混乱。司马睿对这一建议极为赞赏，当即拜他为宁远将军。没过多久，又加授镇威将军，进一步肯定他的治理能力。也是在公元313年，晋闵帝司马邺在长安即位，得知王导在江南辅佐司马睿成效显著，便征召他入朝担任吏部郎，希望借助他的才能整顿中枢。但王导深知，江南局势虽有好转，南北士族的融合、流民的安置仍需持续推进。司马睿此时离不开自己的辅佐，若贸然北上，不仅江南的治理可能前功尽弃，也可能陷入动荡。因此他婉言拒绝了征召，选择继续留在建康，专注于稳固江南的统治基础。公元317年，司马睿在群臣劝进下即晋王位，建立东晋的雏形政权。他对王导的信任与倚重，在一连串官职任命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最初任命王导为丞相军资祭酒，让他执掌军政大事的谋划，成为自己决策时的核心智囊。不久后又拜其为右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同时监管江南诸军事，将荆棘之地的军政大权尽数交予王导。随后再进一步升任他为骠骑将军，加授散骑常侍，赋予其都督中外诸军、领中书监、录尚书事的要职，且依旧保留假节、扬州刺史的职位。这一系列任命使王导掌握了江左进士的核心事务。面对如此厚重的封赏，王导却始终保持着审慎。他注意到，自己的堂兄王敦此时已统帅6州军事，手握重兵，王氏家族在军界、政界的势力已足够庞大。若自己再接受都督中外诸军一职，掌控全国军事，必将导致王氏家族权势过于兴盛，不仅会引发司马睿内心的猜忌，甚至可能激化皇权与士族之间本就微妙的矛盾，进而动摇新生政权的根基。因此，他多次上书司马睿，坚决推辞都督中外诸军职，态度恳切而坚定，始终不愿让家族权势越过制衡的边界。后来，王导又因其他政务上的牵连，被朝廷除去了象征军政权力的符节。即便遭遇这样的权力调整，
他也毫无怨言，既没有为自己辩解，也没有流露不满，始终以不专权、不惹嫌的态度约束自身，全力维护政权的稳定。在王导心中，个人权势远不及江左进士的存续重要，这份胸襟也让他成为司马睿眼中最可信赖的定海神针。王导在权力面前的克制与审慎，不仅体现在推辞官职上，更在关乎政权传承的立储问题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当时司马睿虽已在江南确立统治，但在立储问题上仍犹豫不决。他格外喜爱次子司马孚，动了废长立幼的念头，想以次子取代长子司马绍的太子资格。为此，他特意召见王导征求意见。面对这一敏感问题，王导毫不含糊，直言道：自古以来，立太子皆以嫡长子为先，这是维系宗法秩序的根基。司马绍贤明通达，朝野上下皆看在眼里，岂可随意更改？司马睿听后仍犹豫，王导便屡次入宫劝谏，从历史上废长立幼易引发宗室内乱的教训，到司马绍稳人心、助中兴的现实优势，逐一说明。最终，司马睿放弃废除的想法，司马绍的太子名分得以稳固。这一决策不仅守住了宗法制度的底线，也为东晋后来的稳定埋下了关键伏笔。在稳固政权、确立传承之外，王导同样看重文化教育对政权根基的滋养。当时因长期战乱，各地学校早已废弃，儒家经典的传承几近中断，社会上弥漫着浮躁焦虑的风气。王导深知治国先治人，治人先正心，便上书司马睿，提出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，人伦之正存乎设详序的主张。他在奏书中强调，只有通过兴办学校，才能系统教化百姓礼仪道德，巩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的纲常伦理。同时，学校也是招揽贤才的重要途径，能让有识之士得以施展抱负，最终助力实现中兴进士的大业。为让教育改革落地，王导提出了具体方案，挑选朝中大臣子弟优先入学，树立崇学的榜样，选拔博通理学、德行兼备的学者担任老师，保证教学质量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在教材与师资上注重南北融合，不局限于传统儒家经典，而是建议将《论语》《孝经》与老子、庄子并列为教材，既保留儒学的伦理根基，又融入玄学重视个体修养的理念，让学生既能明辨是非、恪守礼法，又能在乱世中保持从容心态。当时南方学者贺询精通传统理学，北方学者庾亮擅长玄学清谈，王导便力邀两人共同主持太学，让贺询讲授经义，庾亮阐释玄理。这种儒玄并重的教育模式，既满足了北方士族对玄学的文化认同，也尊重了南方士族对传统理学的重视，有效促进了南北学术的交融。司马睿对这一方案深表认同，当即下令恢复各地学校，为东晋的文化传承留住了关键火种。王导对文化的重视，还体现在对书法艺术的传承与推广上。王导对文化命脉的守护，深刻体现在他对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倡导中。作为琅琊王氏的政治核心人物，他把书法视作氏族风范与文化正统的象征，凭借自身的修养与对家族子弟的引导，共同为东晋书法的辉煌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史书记载，王导在永嘉南渡时，曾将中咒宣示表的真迹秘密藏在衣袋中，带到建康，誓言贴在人在，贴亡人亡，足见其对书法之热爱。这一事迹被唐代张彦远的《法书要录》明确记载。这举动不只是他个人的雅号，
更象征着中原文明的火种得以向南传递。在王导的影响下，琅琊王氏的子弟都把书法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。他的堂侄王羲之早年学习书法时，就继承了中周、魏冠一派的笔法精髓。南朝于和在《论书表》中记载，王羲之刚开始学书法的时候，经常向王导索要书法作品作为临摹的范本。王导虽然主要学习中周的书法，自己也能创作，就拿出宣示表和自己收藏的上响黄旗帖送给了王羲之。这段记载虽然没有详细描述王导教导的细节，却真实展现了他对后辈毫无保留的传授。不难想见，正是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中，书法贵在风骨，为政务求中正的理念，已不知不觉融入了王氏家族的门风之中。王导本人的书法成就，在历代书法评论中也备受推崇。他的省事帖现存7行，收录于纯画格帖，笔法沉稳，字体结构端正严谨，深得中周楷书的精髓。而改硕帖则展现出他在今草领域的造诣，笔势流畅却不违背法度。在传承书法艺术的过程中，王导展现出的不只是艺术家的素养，更有政治家的远见。他把书法提升为维系文化认同、凝聚士族精神的重要纽带。这份对文化的自觉意识，和他镇之以敬的治国方略一样，都对东晋100年的基业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随着东晋政权逐步走向正轨，王导的功绩与地位也迎来新的认可。公元318年，司马睿在建康正式登基称帝，东晋政权自此宣告建立，一个在乱世中延续晋氏血脉的政权就此定型。在百官朝贺的盛大仪式上，司马睿却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举动。他走下御座，不顾君臣礼仪的约束，再三邀请王导与自己同坐御床，接受百官朝拜。御床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，同坐御床意味着君臣平起平坐，这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中极为罕见，堪称殊荣至极，足以见得司马睿对王导的倚重已远超普通君臣。面对这份超乎寻常的礼遇，王导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克制，连声推辞道：“陛下如同天上的太阳，天下万民都依赖太阳的光辉得以生存。若是太阳降低姿态，与地下的万物平齐，老百姓又该到哪里去沐浴这份普照天下的光明呢？”这番话既委婉拒绝了司马睿的提议，没有让君主陷入失意的尴尬，又巧妙维护了皇权的绝对尊严，尽显其说话的智慧。司马睿见他态度坚决，深知王导的心意，不再坚持。这件事不仅充分体现了司马睿对王导定策忠心的感激与信任，更凸显出王导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。他深知功高震主是历代权臣的隐患，即便自己手握重权，深受信任，也始终不敢逾越君臣的界限，以敬畏之心对待皇权，用退让与克制避免因权势过剩引发猜忌与祸端，为东晋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重要伏笔。司马睿登基后，对王导的封赏也随之而来，先是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给予等同于三公的待遇。后来又因王导参与平定华夷叛乱有功，封他为武冈侯，进一步晋为侍中、司空，加甲节、录尚书事，同时兼任中书监。此时的王导身兼军政要职，上能参与朝廷核心决策，下能统筹地方军政事务，已然成为东晋朝廷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，成为司马睿治理天下最坚实的柱石。不久后，泰山太守徐堪发动叛乱，司马睿召集大臣商议谁能率军镇抚河南地区，王导推荐了太子左卫帅杨坚。然而
杨建率军出征后，却因指挥不当遭遇战败。消息传回建康，王导立即上书司马睿，主动承担举荐不明的责任，自请贬出官职。司马睿深知王导的为人，也明白战败并非王导一人之过，便下诏安抚，不许他辞职。但王导主动担责的举动，不仅平息了朝堂非议，更让朝臣们看到了他处理政务的周全与担当，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野间的威望。公元319年，王导接替贺询担任太子太傅，负责教导太子司马绍。当时的东晋上处于草创阶段，朝廷制度还不完善，甚至连记录历史的史官都未曾设置，导致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、典章制度无法留存，给后世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巨大空白。王导敏锐察觉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，执政后立即上奏司马睿，请求设立史官，专门负责记录国家大事与君臣言行。在他的推动下，东晋终于建立了史官制度，从此典籍史录逐渐齐备，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。而在设立史官之前，还曾发生过一段关于丧礼制度的重要争论。孝怀太子司马权在洛阳沦陷时被刘耀杀害，有关部门按照旧礼上奏，请求按照天子举三朝之哀，群臣仅哭祭一次的规格举办丧礼。王导却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，他认为皇太子是皇位的法定继承者，关乎宗庙社稷的传承，其丧礼应当体现天下臣民的共同哀思，不能如此简略。在朝堂之上，他据理力争，认为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，维系着皇室血脉与天下人心。如今皇太子遇害，普天下的人都为之悲痛，群臣理应像天子去世那样举三朝之哀，而非仅仅哭祭一次便草草结束。若礼仪太过简略，既无法体现对储君的敬重，也难以安抚天下人的心。这番话让司马睿与朝臣们深刻认识到丧礼背后的政治意义，不仅是对逝者的哀悼，更是对皇权传承秩序的维护。最终，司马睿采纳了王导的建议，完善了皇室丧礼制度，进一步强化了皇权的尊严与宗法秩序。王导在制度建设与礼仪规范上的努力，为东晋政权筑牢了根基，但随着皇权逐步稳固，潜藏的权力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，皇权与士族间的微妙平衡逐渐被新的猜忌打破。司马睿登基后，皇权意识日益觉醒，而琅琊王氏的权势却如日中天。王导位居司空，总揽朝政，朝堂大小事务皆需经他商议定夺。堂兄王敦更是都督6州军事，手握重兵，掌控长江中游战略要地，民间甚至流传起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。这句话像一根刺，深深扎在司马睿心头，让他对王氏家族的忌惮与日俱增，削弱王室势力的念头也愈发强烈。为削弱王室势力，司马睿开始暗中布局。他重用刘伟、刁协等寒门出身的大臣，让他们参与朝政决策，以此制衡王导。又悄悄组建由北方流民组成的军队，任命东吴旧族戴渊为征西将军，镇守合肥；刘伟为镇北将军，驻守淮阴。名义上是为了抵御北方石勒的入侵，实则将军队部署在王室势力范围的外围，形成牵制。剑指手握兵权的王敦，试图从军政两方面压缩王室的影响力。面对皇帝的猜忌与排挤，王导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定力。他始终安于本分，以淡泊态度应对，主动减少上朝频次，将部分行政职权移交其他大臣，避免与皇权发生直接冲突。即便刘伟等人在朝堂上公开针对王室，
他也始终保持沉默，从不与之争辩。这种识大体、顾大局的姿态，不仅避免了君臣矛盾激化，更赢得了朝野有识之士的广泛同情与赞誉。王导的隐忍克制，终究未能彻底化解皇权与王室家族间的矛盾，潜藏的危机在沉默中逐渐发酵，最终以战乱的形式爆发。公元322年，手握重兵镇守武昌的王敦以清君侧、诛刘伟为名，从武昌起兵叛乱。他率领大军沿长江东下，一路势如破竹，直指建康，史称王敦之乱。战乱爆发后，王导被瞬间推向了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困境，一边是曾对自己寄予厚望、给予无限信任的晋元帝司马睿，身为朝臣需坚守忠君之责；一边是血脉相连的宗族，叛乱的主导者更是自己的堂兄王敦，家族荣辱与个人情感难以割舍。更严峻的是，当王敦叛军逼近建康时，刘伟直接向晋元帝建议，将建康城内的王氏族人全部诛杀，以绝后患。一时间，建康城内人心惶惶，王氏家族面临灭顶之灾。在此危急存亡之秋，王导做出了一个既符合儒家忠君伦理，又极具政治风险的决定。他率领族中子弟20余人，每日清晨便前往皇宫外的台省戴罪，身着素服，姿态谦卑，以此向晋元帝表明王氏家族对皇权的绝对敬畏与服从，将整个家族的命运完全交予皇帝裁决。史书中记载，晋元帝看到王导及其族人的举动后，被这份忠诚与坦荡深深打动，当即赤足下殿，执其手曰：王敦叛乱与你无关，何罪之有？并归还朝服。王导当即叩首，含泪回答：叛臣贼子，哪个朝代没有呢？只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样的人会出在我们王氏家族中，让陛下受惊，让朝廷蒙难。这番话既表达了他对王敦叛乱的痛心与谴责，也清晰划清了自己与叛逆行为的界限，最终以最稳妥的方式化解了家族危机，也守住了自己的忠君立场。王敦叛军凭借强劲实力，很快攻破建康城，入城后随即诛杀了此前被司马睿派去镇守要地的戴渊、周仪等大臣，而力主打压王室的刘伟则仓皇北逃，投奔了北方的石勒。叛乱暂时得势后，王敦虽对王导此前拒绝支持自己的态度心存不满，但也清楚王导在朝野间的威望无人能及，要想稳定建康局势，安抚南北士族，必须借助王导的影响力。于是他仍任命王导为尚书令，希望通过这一安排拉拢王导，巩固自己的权力。此时的王导，其政治立场发生了微妙而关键的变化。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王敦清除刘伟、刁协等佞臣的目标，因为这有助于恢复门阀政治下的权力平衡。但当王敦流露出篡夺进士、意图不轨的野心时，王导便转而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。他维护司马氏皇统的立场始终未曾动摇，这不仅是出于个人对晋元帝的知遇之恩，更是因为他深知，一旦皇权被彻底颠覆，原本因认同晋士而联合的南北士族、地方势力必将分崩离析，江东基业也会随之瓦解。因此，当王敦试图废除太子司马绍时，王导再次挺身抗争，使其阴谋未能得逞。当时建康城内仍有不少大臣暗中忠于晋士，各地士族也对王敦的篡逆之心心存警惕，再加上王敦自身突然患病，无法亲自掌控局势，篡权计划一再受阻。最终，王敦不得不放弃在建康立足的想法，率军退回武昌，
转而通过遥控朝廷官员的方式掌控朝政。王敦之乱的第一阶段暂时告一段落。公元323年，司马睿因王敦之乱始终忧愤难平，最终病逝于建康宫中。太子司马绍继位，即晋明帝。王导作为先帝遗诏指定的辅政大臣，改任司徒。朝廷依照曹魏时期陈群辅佐魏明帝的旧例，让他总理朝政，成为新帝倚重的核心重臣。然而，政局的平静并未持续太久。此时驻守武昌的王敦虽已重病缠身，却仍未放弃篡权的图谋。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，便任命兄长王涵为元帅，率领大军再次沿江东下进攻建康，企图在临终前夺取东晋政权。叛军来势汹汹，建康城内人心惶惶，危急局势下，王导再次挺身而出，成为稳定朝局的关键。他仔细分析局势后发现，王敦叛军虽人数众多，但军心本就涣散，许多士兵是被强行征召而来，并不愿背负谋逆的罪名，作战积极性低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对王敦的真实病情一无所知，仍以为主帅能亲自指挥作战，这成为叛军最大的软肋。抓住这一要害，王导想出了一条攻心之计。他亲自率领王氏家族子弟，在朝堂之上公开为王敦举办丧礼，众人身穿素色丧服，哀嚎不止，营造出王敦已死的假象。消息很快传到叛军阵营，士兵们本就对叛乱心存疑虑，得知主帅已死后，更是军心大乱。最终，在晋明帝的亲自部署、亲自率军督战以及王导的配合下，叛军失去斗志，节节败退。王涵等人仓皇逃窜，持续数年的王敦之乱得以彻底平定，东晋政权再次从危局中稳固下来。王氏家族深陷谋逆嫌疑，刘伟等人建议进诛王氏时，周乙曾在晋元帝面前极力为王导申辩。他直言，王导素来忠诚，多年来竭诚辅佐陛下在江东建立基业，成就中兴大业，不应因王敦一人叛乱就怀疑整个王氏家族，更不能牵连无辜的王导。可周乙性格耿直，向来不是张扬，他为王氏辩解的举动始终未曾主动告知王导。在他看来，为之有澄清冤屈本是分内之事，无需特意邀功。而王导当时正深陷家族存亡的焦虑中，既看不到朝堂上的争辩，也无从得知周乙的暗中相助，反而因几次试图向周乙求助时，周乙看似冷淡以对，误以为周乙已与自己划清界限，见死不救。后来王敦率军攻入建康，掌控朝政后，曾就周乙的去留询问王导。此时的王导仍记着此前的误解，又因家族刚经历危机，心中满是顾虑，竟始终沉默不语。他的沉默在王敦看来便是默许，最终导致周乙惨遭杀害。直到王敦之乱平定后，王导在整理宫廷档案时，偶然发现了当年周乙为王氏家族辩解的手稿。手稿中，周乙言辞恳切地列举王导的忠诚之举，力证王氏无罪，字里行间满是为挚友辩护的赤诚。那一刻，王导才明白自己当初的误解有多深，也才知道周乙是为自己、为王氏家族付出了生命。他捧着手稿痛哭流涕，捶胸顿足，反复自责：吾虽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这句痛彻心扉的忏悔，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愧疚自责的经典范例，流传千年。而这段往事也从侧面映照出王导在权力漩涡中的无奈与遗憾，即便他再有政治智慧，也难免因信息阻隔与内心焦虑，留下无法弥补的人生缺憾。叛乱平息后，司马绍为表彰王导稳定社稷的功绩，
下旨对他进行重赏，更破格特许他建旅上殿，入朝不趋，暂拜不明。这3项特权是古代大臣所能获得的最高礼遇，意味着他上朝时可佩戴宝剑，穿着鞋子，无需按礼制小步快走，行礼时也无需直呼其名，彰显着帝王对臣子的极致信任。面对这份殊荣，王导却坚决推辞。他专门上书司马绍，恳切地说：此次平定叛乱，并非臣一人之功，而是陛下英明决策，君臣同心同德，前线将士奋勇杀敌的结果。臣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，实在不敢独自接受这样厚重的赏赐。更何况建旅上殿等特权，虽饱含陛下的恩宠，却容易引发其他朝臣的非议，甚至可能破坏朝堂上下的尊卑秩序，不利于朝政长期稳定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让臣以普通大臣的身份辅佐陛下。在他的坚持下，司马绍最终同意取消这些特殊礼遇。王导的谦逊与识大体，不仅赢得了满朝文武的敬佩，更让他在朝野间的威望愈发崇高，成为东晋政权当之无愧的定海神针。在此期间，他还推动改革了士法制度，使得无爵位的公卿文官也能获得谥号。这一举措进一步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人心。平定王敦之乱后，东晋政权迎来短暂的稳定，然而这份平静仅维持2年。公元325年，年仅27岁的晋明帝司马绍突然病逝，5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，即晋成帝。由于新帝年幼，王导再次接受顾命之托，与西阳王司马样、外戚庾亮、车骑将军西涧等大臣共同辅政。朝廷还特意赐予他余宝鼓吹仪仗与20人颁简，以彰显其辅政重臣的尊崇地位。但辅政集团的平衡很快被打破。庾亮作为晋成帝的舅舅，凭借外戚身份逐渐揽权，他为人刚愎自用，凡事喜欢独断专行，与王导一直秉持的以静制动、以和为贵治国理念产生激烈冲突。当时溧阳内史苏峻手握重兵，且统领着大量北方流民武装，庾亮认为苏峻拥兵自重，必成后患，执意要解除其兵权。王导却深知苏峻的性格与处境，他本是北方流民首领，因战乱南渡后才得到朝廷任用，内心敏感多疑，若强行征召入朝，剥夺兵权，极易引发叛乱。因此王导多次前往庾亮府中劝说，西涧等大臣也纷纷附和王导的主张，反对庾亮的激进计划。但庾亮坚持以朝廷名义下诏，强令苏峻入朝任职，实则图谋解除其兵权。事态果然如王导所料，公元327年，苏峻接到诏书后，认定庾亮是要借机除掉自己，索性举兵叛乱。苏峻麾下的流民武装常年征战，战斗力极强，很快便突破朝廷防线，次年便攻破建康城。这场叛乱史称苏峻之乱。战乱爆发时，庾亮仓皇失措，带着亲信逃往浔阳，投奔江州刺史温峤。建康城内官员四散逃亡，朝堂陷入一片混乱。危急时刻，王导却始终坚守职责。他没有选择逃离，而是与尚书令荀松、领军将军陆业等大臣一同入宫，亲自守护在年幼的晋成帝身边。苏峻素来敬重王导的威望与德行，知道他在朝野间的影响力，不敢轻易得罪，不仅没有伤害王导与晋成帝，反而仍让王导担任原职，企图借助他的声望安抚民心，稳定局势。王导表面上与苏峻虚与委蛇，实则从未放弃复兴朝廷的计划。他暗中观察叛军内部动向，发现苏峻部下陆勇、匡树、贾宁等人因政见不一而心怀不满，
便悄悄派人联络3人，劝说他们归顺朝廷，并约定由3人协助护送晋成帝逃往温峤。陶侃率领的义军大营，可惜苏峻对晋成帝的看管极为严密，叛军在石头城4周布下重兵，这次营救计划最终未能成功。为避免夜长梦多，也为了亲自前往义军大营协调平叛事宜，王导在陆勇的暗中帮助下，带着2个儿子趁夜悄悄逃出建康，历经艰险后抵达驻扎在白石的义军营地。见到温峤、陶侃后，王导立即着手整合各路义军力量。公元329年，各路义军联手攻破石头城，杀死苏峻，撤围脚下。历时1年多的苏峻之乱终被平定，东晋政权再次从危亡边缘被拉了回来。苏峻之乱平定后，建康城留下的却是一片毁灭性的疮痍，皇宫大殿、皇家宗庙被战火焚烧殆尽，断壁残垣遍布城中，无数百姓因战乱流离失所，只能在废墟中搭建临时草棚栖身。面对满目疮痍的都城，迁都之意再起，朝堂上很快爆发了激烈争论。温峤认为建康已残破到无法修复的地步，提议将都城迁往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，那里远离战乱且物产丰富。三吴地区的豪强则主张迁都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，认为当地多年未受战火侵扰，财富与资源更为充足，便于政权快速恢复元气。大臣们各执己见，争论了数日，仍无法达成共识。就在这一关键节点，王导再次站出来稳定局面。面对争论不休的群臣，他掷地有声地说道：建康乃古时的金陵，当年孙权、刘备都曾称这里是帝王之宅，其东有中山为屏障，西临长江天险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本就是天赐的建都之地。如今若因一时残破便轻言迁都，不仅要耗费大量民力财力去修建新的宫殿官署，更会让天下人误以为朝廷畏惧艰难，不敢面对困境，进而动摇民心根基。他进一步以史为鉴，昔日魏文公在魏国破败后并未迁都，而是以简陋的居所为起点，励精图治，最终实现了魏国的复兴。如今我们若能效仿魏文公，躬行节俭，与民休息，同时全力整顿朝政，何愁建康不能恢复往日的繁荣？更何况北方胡族仍在长江北岸窥伺江南，一旦我们迁都南方，便是向胡族示弱，他们定会趁机南下侵扰，届时后患无穷。这番话既清晰点明了建康的战略优势，又深刻阐释了稳定民心对政权存续的重要性。原本争论不休的大臣们纷纷沉默，最终都认可了王导的主张，迁都之意就此搁置。此后，东晋政权在王导的主持下逐步恢复稳定，随着朝政日益有序，王导的威望与职责也进一步提升。公元338年，他的官职迎来重要调整，转任中外大都督，晋升太傅，同时被正式拜为丞相。为了凸显他作为朝廷核心的地位，朝廷还特意依照汉朝制度罢黜了司徒一职，将司徒掌管的行政、人事等职权全部归入丞相府。此时的王导位极人臣，已然达到了仕途的顶峰，但他并未因此骄傲自满，反而在处理政务时愈发谨慎，尤其注重平衡朝堂各方势力，避免因权力集中引发新的矛盾。当时庾亮的弟弟庾兵担任中书监，掌管朝廷机要事务，他在一些政策上与王导存在分歧。比如在整顿吏治的问题上，庾兵认为东晋官场积弊已久，必须用严刑峻法严惩贪官污吏，才能起到震慑作用。王导则认为
东晋初年政局尚未完全稳定，若过度严苛，可能会引发官员不满，甚至导致士族抵触。主张采取宽严相济的策略，对情节较轻的官员以警告劝诫为主，督促其改正；对贪赃枉法、罪大恶极的官员则依法严惩，绝不姑息。这场宽与严的争议，实则是东晋初年不同治国理念的碰撞。最终两人达成一致，制定出兼顾公平与稳定的吏治改革方案。方案推行后，既有效整肃了官场风气，查处了一批贪官，又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官员抵触，朝堂秩序愈发清明。除了勤勉于政务，王导一生都极为注重维护皇室尊严与宗法秩序。他还开创了群臣拜帝王之陵的先例。自汉魏以来，朝廷礼制中并无群臣祭拜帝王陵墓的规定，大臣们只需在宫中参加先帝的祭祀仪式即可。但王导与晋元帝司马睿不仅是君臣，更是患难与共的挚友。当年若没有两人相互扶持，东晋政权难以在江南立足。因此，每次王导得到提拔封赏，或是朝廷有重大决策时，他都会亲自前往司马睿的陵墓祭拜，在墓前追忆当年辅佐司马睿南渡，建立东晋的往事，常常痛哭流涕，不能自已。朝臣们见王导如此敬重先帝，纷纷效仿，每次前往陵墓祭拜先帝时，都会主动行礼。晋成帝得知后，深受触动，下诏正式将群臣拜帝王之陵纳入朝廷礼制，规定每年先帝忌日，朝臣需前往陵墓祭拜，表达追思。这一制度不仅强化了皇室的权威，让天下人看到朝臣对先帝的敬重，也让后世君臣更加重视对先帝的追思与传承，成为东晋礼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公元339年，王导一病不起，自知大限将至。毕生萦绕于心的，依旧是年幼的君主与飘摇的国运。他于病榻之上强撑精神，向晋成帝司马衍呈上最后一道奏书，恳请辞去丞相之职。在这份仪表中，他以其一贯的知人之明，为朝廷擘画了深厚的辅政格局。他郑重推荐忠正耿直的西涧登上三公之位，以振朝堂，又认为兼具才能与声望的庾亮应入朝担任中书要职，以补政务空缺。他此举的深意是想凭借自己最后的威望，维系朝堂文官与地方方阵的权力平衡，尽可能为东晋保住安稳的局面。晋成帝得知王导病危的消息后，立即亲自前往王导府邸探视，见昔日砥柱如今气息奄奄，年少的皇帝悲从中来。史书虽未载其具体言辞，但此情此景，少年天子对国之柱时即将崩塌的惶恐与依赖可以想见。不久后，王导便在府中安详病逝，享年64岁。朝野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。晋成帝为表哀悼，下令在朝堂之上举哀3日，又派遣大鸿胪持节前往王导府中，全程监护丧事。丧葬礼仪则比照汉代大司马霍光与安平献王司马孚的旧例。这两位都是历史上功勋卓著的重臣，其葬礼规格堪称古代大臣的最高礼遇，足以见得王导在东晋政权中的特殊地位。随后，司马衍又派使持节、业者仆射任瞻前往王导墓前，追谥他为文献，并以太牢之礼祭祀，以此表彰他辅佐三朝、安定社稷、存续晋室的不朽功绩。王导的生命虽已落幕，但他的影响却如同长江之水，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。他毕生推行以静制动的治国方针，深刻契合了东晋初年维稳为先的需求，
成为东晋历任统治者坚守的基本国策。这一方针让江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洪流中，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局面，为江南经济的开发与文化的繁荣创造了珍贵的环境。他大力倡导的南北文化融合，打破了中原文化与吴地文化的隔阂，让玄学与理学、中原书法与吴地艺术相互碰撞，最终催生了以王羲之书法、顾恺之绘画为代表的东晋文化高峰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璀璨一页。公元420年，刘裕代晋称帝，建立刘宋政权，东晋正式灭亡。但王导为琅琊王氏奠定的根基，却让这个家族在政权更迭中始终屹立不倒。王导死后，他的长子王悦、次子王田、三子王洽均在东晋朝廷担任要职，其中三子王洽官至中书令，始终秉持王导调和士族的理念，与谢安家族紧密合作，共同维护东晋中后期的政局稳定，成为中国历史上门阀制度的典型代表。琅琊王氏之所以能绵延数百年而不衰，与王导当年奠定的政治地位、文化声望密不可分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刘裕代晋后，在废除东晋旧臣封爵时，仍然保留了王导子孙的爵位。这份特殊的待遇，不仅是对王导个人功绩的认可，更是对他为江南稳定、晋室存续与文化传承所做巨大贡献的最高肯定，也从侧面印证了王导在东晋乃至南朝历史上的不可替代地位。回溯王导的一生，他从未以开疆拓土、战功赫赫的武将形象留名青史，却以调和者的独特角色，在西晋覆灭、中原沦陷的乱世深渊中，为东晋王朝撑起了一片生存的天空。面对南北氏族的尖锐隔阂，他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化解对立，让南北方氏族从猜忌走向合作。面对流民与地方豪强的动荡隐患，他以柔性策略安抚安置，将潜在的叛乱风险转化为政权的支撑力量。面对皇权与士族的权力博弈，他以谦逊退让平衡关系，既维护了皇权尊严，又保障了士族对政权的认同。与此同时，他更以深远的文化眼光，推动教育复兴与书法传承，重建太学，融合儒学教育，让战乱中濒临断裂的文化脉络得以延续，珍藏宣誓表，教导家族子弟，将书法从个人爱好升华为守护中原文化的符号。而他严于律己、以大局为重的品德，更让他在功高震主时始终保持敬畏，在权势巅峰时选择谦逊退让。王导用一生诠释了何为治世之能臣，何为中兴之柱石。他的人生不仅是一段个人传奇，更是东晋初年历史的鲜活注脚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调和艺术的典范。王导政治智慧的核心，在于审时度势的清醒与兼容并蓄的胸怀。在门阀制度盛行的东晋，皇权与士族、北方侨民与南方土著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盘根错节，任何激进的政策都可能引发连锁式崩塌。王导深知，东晋政权的根基并非来自强大的军事力量，而是源于各方势力的暂时妥协与利益平衡。因此，他将镇之以静作为治国核心，不强行干预士族内部事务，不轻易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，同时通过文化融合与制度微调，让不同群体逐渐产生对东晋政权的归属感。这种无为而治并非真的无所作为，而是以最小的社会动荡为代价，实现政权的稳定与发展。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南朝的政治治理，成为乱世中政权存续的重要准则。在文化融合层面，王导的贡献同样深远。
他推动的儒学并重教育模式，打破了汉代以来独尊儒术的文化垄断，既保留儒学强调社会秩序的核心，以维系君臣伦理与宗法制度，又融入玄学重视个体价值的理念，满足士大夫对精神自由的追求。这种文化融合不仅塑造了王羲之、谢安等一代名士既守礼法又尚风雅的精神品格，更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。后世宋明理学、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，在某种程度上可追溯到王导推动的文化整合。他用实践证明，不同文化体系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，通过调和兼容，完全可以实现共生共荣。王导对书法艺术的推崇，更超越了个人兴趣的范畴，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。他南渡时随身携带中轴宣示表，并非单纯的收藏爱好，而是将其视为中原文化的象征。在北方胡族政权对汉族文化造成严重冲击的背景下，书法成为连接南北汉族群体的精神纽带。琅琊王氏之所以能成为东晋乃至南朝的文化望族，与王导奠定的书法传统密不可分。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书圣，也离不开王导为他创造的文化环境。正是在王导的引导下，王氏子弟以书法为载体，不断传承与创新中原文化，最终形成晋人上韵的书法风格。后世书法家对晋韵的推崇，本质上是对王导所推动的东晋书法文化的认可。这种以书载道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。当然，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，王导并非完美无缺。他晚年不理政务，仅签字画押的做法，虽旨在平衡各方势力，避免权力过度集中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朝政松弛，为后来桓温专权埋下隐患。他对王氏家族子弟的适度纵容，虽意在巩固家族地位以支撑政权，却也让部分族人恃宠而骄，影响了官场风气。但正如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所评价，王导之治江南，以静镇之，使民生粗定，然终不能复中原之土，亦其释然也。在西晋灭亡、中原沦陷的历史背景下，王导的首要任务是保江南以存晋室，而非北伐中原以复故土。他的所有政策都围绕生存与稳定展开，这一选择虽有局限性，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优解。若将王导与同时期的政治家对比，更能凸显他的独特价值。与王敦以武力争权的激进相比，他选择以理服人，通过沟通协调避免氏族内战扩大化；与羽亮刚愎自用、强行施政的偏执相比，他选择兼容并蓄，倾听不同声音以赢得更多势力支持；与陶侃专注军事、侧重防御的单一相比，他选择文武并重，既抓军事防御，又重内政与文化，为政权的长期稳定奠定基础。正是这种不疾不徐、兼容并蓄的政治风格，让王导成为东晋初年最不可或缺的定海神针。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，王导的一生与东晋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。他见证了西晋的灭亡，参与了东晋的建立，亲历了王敦之乱、苏峻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，用自己的智慧一次次将东晋从危局中拉出。若没有王导，东晋很可能在南北氏族的内斗与北方胡族的入侵中过早覆灭，汉族文化也可能在乱世中遭受更严重的破坏。时至今日，回顾王导的一生，我们依然能从他的政治智慧中获得启示。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，如何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？如何实现文化的包容与融合？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？这些王导曾面对的问题，
仍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。王导用一生证明，真正的政治智慧并非穷兵黩武或权谋算计，而是审时度势的清醒、兼容并蓄的胸怀，以及以民为本的担当。东晋初年的建康城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，但王导的故事却一直流传至今。他不是史书中留下赫赫战功的英雄，却以自己的方式，在乱世中为一个王朝撑起了百年基业，为一种文化保留了传承的火种。正如长江之水奔流不息，王导的政治智慧与文化理念，也将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